当拿到一卷新的线材时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？我归类出目前我拿到线材后会做的一些事情供参考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拿到新的一卷料时，装上机器列印前，有些事情必须先完成，来确保列印出来的品质可以正常。新的卷料首先要先确认材料所需使用的温度，接着测试线宽、回抽距离。部分材料还必须确认是否需要在列印时冷却。列印测试件后，还需要针对尺寸进行调整，确保最后印出来的尺寸是正确的。第一部分温度，在开始前要先查询材料的温度范围。线材供应商也都会有提供材料的列印温度，由这个当作基准，以提升或降低温度，并透过挤出机来控制确认可行的温度范围。确认好范围后，将测试温度用的 3D 档载入切成软体，并分成数层不同的温度，设定未来要使用的列印速度后，进行测试列印。从列印出来的工件中来判断所需使用的温度为何。第二部分线宽，分头直径与列印出来的线宽通常不会刚好，想要有较平整的成品，就必须先针对线宽进行调整。此部分也会影响未来尺寸精度，所以在修正时最好先进行测试。第三部分回抽，此为确保材料在移动过程中不会低料使用。设定好的参数可以大幅降低拉丝情况的发生。回抽又可以再细分为回抽距离与回抽速度。通常使用远端挤出的机种会比近端挤出所需的回抽距离要来得长。第四部分冷却，某些材料是必须在列印时需要及时冷却，不然无法产出较完整的工件。第五部分尺寸调整，材料都会热胀冷缩，材料不同，收缩比例也会不同。对于需要精准尺寸的工件，必须在切成软体端进行补正，确保尺寸符合需求。这里面要注意的参数为列印速度，列印速度对温度与线宽都有较明显的影响。当列印速度加快后，会需要更高温的热头来加快塑胶融化的速度，同时也因为速度加快的原因，同温度下的线宽会比速度慢的要来得细，这之间是互相有关联的。厂商只会提供一种参考温度，回抽会因为温度上的变化，也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拉丝。风扇部分也会因为列印面积与温度的关系，需要进行调整。最终的尺寸调整，则是在经过上面设定调整后，针对最后要生产的工件进行的尺寸微调。对于同一卷材料，会有一组速度所调整出来的温度、线宽、回抽、冷却、尺寸微调的参数。当速度改变时，这些参数也都会影响出来的成品。每一种的材料在不同速度上，就会有多组不同的参数组合，更别说混入不同色粉的材料，在各方面的表现上也不会是一样的。因此会建议购买材料时，最好选择可以稳定供应、品质一致的厂商，才不用常常花1/3到半卷在调整材料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，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